比特币要突破了吗？巨鲸还在收集比特币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表，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究竟有没有突破我们在上面的这条趋势线。我们在画趋势线的时候呢，我们很有可能是随手一画，我们就找触点最多的这一条，接近上边界的这条趋势线呢，我们把它给画出来。但实际上呢，趋势线它也是有很多不同种的画法跟分类的，它其实也是一个稍微模糊的区间，只是这个模糊的区间它是有一定的范围的。那如果我们用最严格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用射线，并且我们用磁铁来把这条线给画出来，那这种画法就会是最严谨的、最严格的。如果说连这种画法都被突破的话，那这条趋势线它就是一定被突破了。那我们就连接最尖端、最上面的这个点，还有我们在这个位置的点，你可以发现呢，我们是刚好来触碰到这条趋势线，完美的碰到，然后我们就受阻回落。那其实还有其他种比较宽松的一种画法，比如说有些人他在画趋势线的时候呢，他就不喜欢画针，他就只会画实体部分啊。那如果我们只有画实体部分呢，我们就是从最顶部，然后一路连接下来，那你看起来好像它就是突破了，对吧？你可以发现好像它真的就是突破了。那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如果我们按照最严格的画法的话，它是并没有突破的，它只是碰到。那如果我们按照这种画法呢，它是突破之后微微的向上之后又进行回踩，那这其实也不是我们期待的突破，这不是我们所等待的突破，这也不是我们认为非常非常好的交易机会，非常非常好的入场机会。你可以看到，如果说我们这里视为是突破的话，我们可以来讨论这种状况。你可以发现我们在突破之后，我们后面呢就连续走了几根非常短小的 K 线，我们连续走1、2、3、4、5、6根 K 线，然后我们只走出了非常窄的距离，那这很明显就是一个衰竭没有力的现象，甚至我们在没有走出了很长的距离之后呢，我们又对趋势线进行了回踩，那这就是一个很弱势的状况了。那这种状况即使是突破也不值得我们入场，因为我们等待的突破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这里如果突破了，它可是如果我们这里它确认突破，如果我们这里走真突破，它可是对前高的突破这是我们这整个牛市当中最重要的一次突破，因为就是针对前高的针对我们这轮牛市前面的高点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过去走突破行情的时候，它是怎么走的呢？比如说我们这一段，对不对？完全都没有这种受阻的迹象，即使有受阻，它就是回调非常非常微小的幅度，然后立刻就疯狂的往上涨，而且是非常非常强势的，然后又爆出很大的量能还有我们在这里所产生的突破，还有我们最开始我们从底部往上来的突破，我们要出现的是，我们要等待的是这种突破那我们现在是没有等到，不过没关系，我们来把级别切小一点点的，我们来观察一下虽然说我们这波多头呢，它在曲线附近，然后在要突破的边缘附近，它已经折磨了很久。那我们之前有谈到，其实我们在这个位置它待得越久，没有突破，那我们最后走多头，最后走真突破的几率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小我们在这里其实已经浪费了2个礼拜了，就在这里这样震荡了2个礼拜。那随着震荡的时间越长呢，这波真正走出多头的几率绝对也在降低如果你要走出多头，它通常都是没有什么迟疑，就直接砰，就直接向上。不过你说多头它被完全宣判死刑了没？还没为什么呢？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的 ETF 呢，在10月25号周五的时候，我们依然出现了4亿美金的流入。你要知道4亿美金这绝对不小了我们之前在2、3月上涨最狂暴的时候，一天的流入大概也就是4亿、5亿、6亿、7亿、8亿。那4亿呢，绝对达标了。它虽然说不是到非常非常大，但是绝对也达标了。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的流入是自从10月11号以来一直到现在只有一天是中断的。而且我们这一阵子的流入呢，它量都不小，跟我们前面震荡区流入几千万、几千万、1亿多，那可不一样我们的流入随便都是3亿、4亿、5亿、2亿这样在做流入的。所以多头呢，绝对还是有机会，只要我们的 ETF 它有持续的流入，就有机会。那你可能会说了，我们中间有一天它是流出的，对不对？好，其实有一天流出是 OK 的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这张图表可以帮我们显示，从 ETF 上市以来所有的流入流出。我们目前的状况呢，是我们到这个震荡区间以来，我们最好的一次，表现最好的一次，前面都没有出现过。甚至呢，你可以看我们这边的
流入的状况，其实跟我们前面走大多头的时候，其实已经不会差距太多了，对不对？它的情况已经没有差到太多，可是我们的盘面它就是没有有效的拉升，没有有效的这种打出距离。那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价位呢，就是大概67000、68000、66000左右这个价位呢，我们从10月15号我们就来到了。那你要想我们从10月15号就来到了这个价位，那我们后面这么多天，我们累计的流入其实已经25亿、26亿左右了。我们流入了25、6亿的美金，我们依然在一样的位置。这表示什么？肯定是有两股力量。我们有一股买入 ETF 的力量，买入了26亿美金你要知道德国政府当时抛售也不过就是抛售5万颗而已，5万颗比特币大概也就是这个30-40亿美金对不对？当时我们跌了25%，所以这25亿的流入绝对非常可观。那表示场内肯定，或者说传统市场肯定是有人在做卖出的。虽然说我不知道是从什么管道，在什么地方，可是肯定是有，不然我们不会到目前为止有这么巨大的流入，还是没有效的拉升。那我们就要仔细观察最后哪一方获得胜利。我们没办法提前预知，但是我们可以从盘面来看如果说有一天 ETF 它开始负流入了，不流入了，然后大量的流入被终结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依然没有突破，那我认为就是空头胜利。那如果多头要胜利的话，我们就要必须维持在这种很连续、密集而且大量的流入的情况下，然后我们产生突破。那只要我们还有连续流入，我们这波突破呢，都不是完全没机会，都有机会的。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你只要点开我随便是影片下面 Bybit 链接，你只要 KYC 入境100美金，就送你500美金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而且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那我们再回看一下比特币的图表，我们再把级别呢切小一点点我们切到4小时。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支撑呢，就是在下面，大概在66000左右66000，我们也踩了很多次嘛，对吧？然后也收了几次针，目前是还有稳在这个上方的。那如果说我们有一天呢，我们跌破了我们下面的针尖，大概在65000左右这个位置，只要一旦跌破，那我认为我们这波多头就是岌岌可危，就是真的岌岌可危如果说我们正准备要做突破，这个位置它真的是不应该再被碰到连碰到都不行那我们前面有收了针，就表示这边是还是有一定的支撑效果在的然后我们也确实产生了很大的流入，至少在周五的时候都还是这个样子那当然6日没有开盘，那你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我认为多空呢是有强弱程度是有稍微在做变化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的多头它的量能呢慢慢开始变得很强，然后到了中间震荡的时候，它就开始弱下去了，对吧？那反而是空头你可以发现空头它是在我们10月的下旬然后到现在呢不断的增强，对不对？不断的增强。那目前来说呢，这个多头的优势已经被消耗很多了，已经被消耗很多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金鱼的数据。这个图表呢很明显 ，K 线就代表比特币的走势，那黄色线呢就代表100颗比特币以下持有地址的数量这个折线图代表数量那当然刻度在右手边。那蓝色线呢才是我们要注意的重点蓝色线代表它持有100颗比特币以上的地址的数量那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在目前这整段震荡行情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先观察黄色线好了因为黄色线是比较不重要的。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些持有100颗以下比特币地址的变化呢，基本上就是散户的行为。当比特币快要突破的时候，快要创造新高的时候，哇，这个地址疯狂的增加，陡然的上升，那就代表说，哇，这个时候有很多新的散户进来，然后疯狂的有新的人在买比特币。然后呢，当行情往下走的时候，这些人哇，就有很多人就开始出场掉了，导致这个地址疯狂的减少。那这肯定就是比较偏向散户的行为了。然后我们在这一段呢，我们自从8月5号大跌以来，我们缓缓的往上涨，这些人这些散户呢，他又回来，哇，又开始买入比特币，然后这个地址呢，这些散户的地址又开始增长。那直到现在，好像突破又开始慢慢乏力了，他们又有一些人就开始出场掉了。但是你看，
这些持有100颗比特币以上的地址，他们的行为他们是不断累积的，不断的变多，就表示我们在目前这个震荡区5万多一直到7万出头，这整个震荡区，这一些持有100颗比特币以上的地址呢，居然是在增加的，就表示他们还是有新的金鱼，有新的大资金继续在累积筹码，而且是在这个区间内那我相信是可以给到大家一些提示的，毕竟我们牛市还在运行嘛。那当然是已经有走过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后面肯定是还是有利可图的。最后我们再来很快的看一下以太坊。以太坊呢最近走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弱，你可以看到以太坊它其实经过我们这几天的下跌它已经回到了我们的起涨点了。如果说我们这波有多头的话，那起涨点肯定是在我们前面的低点，大概就在2300多左右。其实你可以看到昨天的针尖它已经非常非常接近这个位置，其实我认为它已经碰到了，它已经回到了原点了。那我们就肯定不是走多头了嘛，都已经回到原点了，那你原本这波它还有可能是多头吗？其实就不可能甚至你看它连这个我们前面震荡的这几个高点都是没有碰到的，但比特币是有的你看我们上涨了，跟前面这几个高点根本连这个高点都没有碰到，所以跟比特币的强度实在是差非常多。当然了，以太坊它就是要给它一点时间。如果你是买以太坊现货，你想要持有以太坊现货并且获得利润的，你在当时买入的时候，你就要意识到以太坊它本来就是到了比较中后期的时候，它才会开始暴涨，它的优势相对于比特币的优势才会被显现出来。那如果说比特币这波突破失败的话，我认为以太坊它在下探到我们前面所出现过的几个针尖的位置呢，也绝对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非常有可能的事情。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